各位诚心诚意的朋友们，大家吉祥。大家难免会想到，疫情过后，我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呢？我会恢复到以前的上街、找朋友、聚会、工作、菜市场、旅游等等吗？我相信是会恢复正常，不过这个正常当中有一些改变。第一个，群聚可能没有办法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要通过云端群聚，就好像我们的读书会，以前的读书会只不过是500-600人、1000人，现在我们在线上读书会，听说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都累积超过5万人了，在观赏、阅读，这个就是新常态之下的一个新思维。第二个，现在1年下来，大学一样，中学一样，小学一样，幼稚园都叫线上的上课网课。可是我们也知道，这个网课也有许许多多的问题，也就是说，心猿意马，好像是对着老师，可是背后、前面、后面可能是另外一个手机在看着别的东西。所以，在这个新常态之下，我们不要只有靠新的一些技术，反而是还是回到原点，我们的心，这个心有没有认认真真的来用功？有些人他善用，因为是疫情，上的课少了，因为扣掉去坐巴士的时间啊，等等啊，所以他有多余的时间，他就赶快阅读了更多、进修了更多的学问。当然，有一些人就是蹉跎岁月，把时间都浪费在无谓的节目、无谓的影片、无谓的一些游戏。所以，新常态之下，你是过怎么样的新生活？第三，有人说新常态之下，哇，不用去 shopping 了，不用去买东西了。可是他的手指头呢，却不断的去所谓的网购。这个也是一个新常态，一个改变。当然，并不是不好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们有一个保冰师姑，她就跟我说：“怎么办呢？现在这个疫情不能卖月饼。怎么办呢？这个疫情呢，新年东西怎么推？”我就跟他说：“那你就把它发挥你的这个艺术天分，把它这些东西实用的拍照，网上让我们信徒来当作是见识义卖。”果然，今天他告诉我说：“哇，中秋节的月饼它已经流通了100套，加上好美的茶具，还有茶，他好高兴的义卖了。”你看，大家都有可以想尽办法。所谓心通就是路通，所以各位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新常态之下，你要怎么改变你的思维，怎么新的生活？一切唯心造，此心能造，此心能灭。所以各位，只要有正法的思维，有宽阔为别人着想的这样的一个想法、理想，我相信你不只是会比以前进步，乃至你的世界更加的宽阔了。再来，我们说佛法，因为疫情，我们不能让信徒到这个寺院来，有所限制。那我们就透过了新媒体，就像今天各位看到我的，也是因为疫情之下才有这个诚心诚意的节目。我谢谢恩松，这将近100次的这个录影，好，都一一的来帮我完成，无眼佛界。那么在这个疫情之下呢，我们也通过了新媒体，通过了共修、修持乃至法会，像刚刚圆满的大法会30系念宴口，你想看，如果平时再怎么大的礼堂，再怎么大，也就是1000人。可是通过了新媒体，我们竟然可以无眼佛界的达到了10000人，
而这个万人就是平时想要来试验，他也没有办法来的，不管是多远多近的信徒都受惠了。所以一切唯心造，我们心向着佛法，我相信佛法的因缘就不会断。所以各位，不管环境怎么改变，你的心要一以贯之。所谓的有佛法，一以贯之，就能够获得比以前更多的聪明、智慧、慈悲。再来，我们也在这个疫情当中，我们用新常态之下怎么办呢？我们有人确诊了，不能去他的家，可是我们却通过了 Zoom、Line 等等的 meeting 来跟他这样子来线上沟通。现在我家里面有人确诊了，那我应该怎么办？我3岁的小孩确诊了，应该怎么办？怎么照顾？我家里的老人80岁、90岁确诊了，怎么办？我们通过了这个网络来跟他联络，一样是给得到照顾的。所以各位，新常态、新思维、新生活，不管环境怎么变，不管物质体怎么变，我们佛法的心没有变，还是一样清净心、慈悲心、智慧心、般若心。以上几点跟各位分享，阿弥陀佛。